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近日，外媒依据历代 iPhone 的发布信息，猜测 iPhone 16将于今年9月10日发布，并于10天后开售。据悉，今年美国的劳动节是9月2日星期一，因此外媒认为，除非苹果在周3举行发布会，否则9月第一周不可能举行 iPhone 16系列发布会。如果不是第一周，可能将在9月9日或9月16日那周发布。基于苹果倾向于在月中之前发布新手机，外媒认为9月9日那周的可能性较大，这意味着苹果很可能会在9月10日举行发布会。此外，假设苹果坚持其一贯的手机发售模式， iPhone 16系列的预定将于当周结束，并于9月20日上架零售。去年推出的 iPhone 15系列在上市之后不久，就有不少用户反映 Pro 版和 Pro Max 版存在过热问题，在部分场景中，机身温度超过40摄氏度，到了很难继续拿在手中使用的程度。有外媒将 iPhone 15 Pro 与其他品牌的智能手机进行了对比测试，也发现在部分场景中，温度确实较其他品牌的机型更高。苹果最终是通过软件升级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从外媒最新的报道来看，在 iPhone 15上经历过热问题的苹果，为了避免在 iPhone 16系列上重蹈覆辙，他们在机身内部将进行一些设计上的改进。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透露报道称， iPhone 16系列将配备一块更大的石墨片，以避免潜在的过热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11月份，也曾有消息称 iPhone 16将通过改进散热管理系统来避免过热问题。外媒在报道中也提到，通过更大的石墨片避免过热，证实了去年11月份的传言。苹果手机在硬件方面的优势一直都很大，但唯独在信号这一块表现很差劲。就算是去年发布的 iPhone 15 Pro， 虽然搭载了 5G 调制解调器骁龙 X70 芯片，但信号差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改善。而今年的 iPhone 16 Pro Max 很可能会改善这种情况，破信号的问题终于得到缓解。分析师最新曝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将会采用高通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不过 iPhone 16和16 Plus 将继续采用骁龙 X70， 这意味着标准版和 Pro 版苹果手机在信号方面也会出现明显的差异。骁龙 X75 5G 调制解调器早在2023年2月就已经发布了，苹果却迟迟没有搭载，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刚发布的新品成本太昂贵了。其实与 iPhone 15 Pro 的骁龙 X70 相比，骁龙 X75 芯片改善了微波和载波聚合等技术，可以实现更快的 5G 上网速度。在信号稳定性方面，骁龙 X75 也结合了毫米微波和 6G 赫兹频段以下 5G 收发器，占用的电路板空间减少了 25%， 功耗降低了 20%。另外，骁龙 X75 还将支持最新的 5G Advanced 标准，这是基于 5G 网络覆盖上的增强，也就是传说中的 5.5G 网络。5.5G 网络不仅让 iPhone 16 Pro Max 信号变得更好，而且还包括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增强功能，提升 5G 性能。所以今年苹果很可能将 5.5G 网络作为 iPhone 16 Pro Max 重点宣传卖点，就像是2015年 iPhone 5S 宣传支持 LTE Advanced 那样。要知道， iPhone 16 Pro Max 本身是一款主打苹果 AI 功能的手机，新增 5.5G 的骁龙 X75 调制解调器后，让这款苹果手机的 AI 功能调用速度更快，网速更快的情况下， AI 功能才会丰富多样化，能够适用于各种场景。其实苹果在2018年开始就为 iPhone 手机研发的 5G 调制解调器，后来又在2019年收购了英特尔的手机调制解调器业务，但 5G 网络技术方面始终没有太大的突破，苹果最后无奈才选择了高通。之前就传闻 iPhone 15系列是最后一款依赖高通调制解调器的 iPhone， 随后合作关系又延长了3年，目前只是暂时延缓 iPhone 手机信号差的问题，从未真正改善，所以苹果还会继续研发，预计要等到2025到2026年才能够看到苹果自主研发的 5G 调制解调器。但不管怎么说， iPhone 16 Pro Max 能够改善信号，采用 5.5G 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种进步。值得注意的是， iPhone 16和16 Plus 还是搭载骁龙 X70 芯片，所以信号问题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这也是苹果的一贯策略，最先进的功能用于超大杯机型，只为让 iPhone 16 Pro Max 卖得更好，毕竟价格贵，利润也更高。快充和续航是 iPhone 最大的短板，可能没有之一。
目前，安卓手机快充的及格线是65瓦，电池容量的及格线是4500毫安。自 iPhone 13稍微提升快充功率以来，苹果在这一方面的进展一直停滞不前。而最新款的 iPhone 15峰值快充功率也只有27瓦，MagSafe 峰值功率只有15瓦。而且对比骁龙8 Gen3、A16、A17 Pro 的能效水平，已经没明显优势。iPhone 的短板也因此变得更短了。根据外媒最新消息 ，iPhone 16系列将在快充、电池方面迎来非常重大的升级。首先，电池容量升级，进一步提升续航。根据曝光 ，iPhone 16系列采用了更高密度电池，并采用了新型的 L 型设计，电池容量除了 iPhone 16 Plus 以外，均有不小的提升。其中 ，iPhone 16 Pro 从3274毫安时增至3597毫安时，提升了9.8%；iPhone 16 Pro Max 从4422毫安时增至4769毫安时，提升了7.8%。为了解决高密度电池带来的高发热 ，iPhone 16系列还在电池上采用了金属外壳，用来帮助散热。第二，有线快充、无线快充均有提升。因为电池容量、散热性能的双双提升 ，iPhone 16系列的快充也迎来了升级。苹果的解决思路从来就是一套一套的，从来不做单点突破。根据爆料 ，iPhone 16系列的快充功率提升至40瓦，充满时间压缩到了1个小时以内，而 MagSafe 功率提升至20瓦，相比之前略微提升了5瓦。而快充功率增加必定会带来更高的发热。之前还有消息说，苹果为了解决过热问题，将会在 iPhone 16系列上配备石墨烯散热系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 ，iPhone 16系列真的能弥补这3个短板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